朋友们，刚刚处理完一件事情啊，现在特别兴奋，和王太在车上就把他节目给录掉了。你是否经常听到说，哎呀，马来西亚很落后啊，马来西亚这个没有啊，那个没有啊，办事又特别慢，对吧？难道不是吗？但是你一定也是厌倦了各种标题党的视频啊。这么说，其实在讲大马怎么好。今天我们也要来一个标题党，是标题党刚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说看到一些基建啦，大家办事，哎呀，你怎么一个银行卡都要办很久？我现在就是啊，我现在在申请信用卡，我现在在申请银行的一些业务，一个月等下来了，很长时间过去，还是没有进展啊。但是呢，我发现你只要调整心态，你会变得很开心，而且甚至于你会发现一些机会，你会享受这种你所观察到的所谓慢，所谓落后，它带给你的这些机会会有这种可能性。咱们就以冷链物流这个事情来说因为我们的卡的业务最近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已经把它寄到了雪兰莪之外了。那这个过程我们就要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冷链物流作为我们物流的伙伴嘛。我觉得整个找供应商这个过程是非常 suffering 的，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是去面对面的去对他们进行 interview， 所以所有的我前后找了4家，通过网上的这些客户的这种 AI 的客服打电话去，然后跟他们发 WhatsApp，总是非常的不给力。这些不给力集中表现在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语言上面，他们是针对马来文的，没有英语和中文的这种操作，对吧？好不容易找到了能够讲英文或者中文的这些客服人员，回复呢又是非常的慢，1周才给我回一条消息。然后如果是 AI 呢，就是很奇怪，只能问他几方面的问题，稍微超出一点，我说怎么建账户这些问题超出他范围了。那你说转人工吧，他跟你说你留下你的号码，然后我大概2天之内找你联系，3个礼拜过去了没有然后了，然后好不容易连上人工的客服呢，你跟他讲一圈，他先要标准问题，先问你10几个之后，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东西 wait a moment， 然后又是没有下文。比如说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你们冷链物流的仓库在哪里？他不行，他要先问你。对，那他就要从头开始问一遍，他有个 checklist 然后1周寄几次然后你是要 chiller 的温度还是 frozen 的温度我心想，我就想问你，你的冷链的这个物流仓在哪里？我能不能直接去投递？你问不到。对，那你看，你就要先从网上找到他们，到这种各种各样的 AI chat， 到 live chat， 然后再到有真正的 customer service 来回复你，走到这里就寥寥无几了。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寄到外州有多不容易嘛？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一家，但是今天又出幺蛾子了今天刚刚出门，我们要给大家去寄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问题，对吧？对，突然之间就打电话跟我讲说，他们的这个 lorry 的这个 vendor， 他们的 breakdown， 我也不知道是 breakdown 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他们都要终止这个 delivery， 就是 suspend delivery。什么时候恢复？不知道，只说是可能下周。那他在跟你讲，可能周1、周2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那怎么办？情急之下我们就去找宁家万。照理说宁家万是更大的一家，为什么没有去找呢？又是这样的问题。你看之前我上他的网站，我去看了有很好的 cold chain logistics 的广告，但你找不到更好的它的点在哪里，然后他怎么样去做没有。然后王太也试着跟他们 WhatsApp 联系，回复也很慢。我刚还自己试了一下 Telegram， 也是问一大圈的问题，就说我想要了解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的 hub 到底在哪里，我该怎么样去寄，就是没有回答。对，我们刚刚还自己先跑到第一家Ninja Van，在我们里我们问他们的这个服务人员说，你们的 cold chain service cold chain logistics 是怎么样的？不太清楚。他竟然也是一脸懵，对，他也不清楚。我当时就失望了，我心想，哎呀，这个怎么自己公司的产品也不知道？但是我吃了Ninja Van之后，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就是你看他东西摆得井井有条，颇有一点那个日本企业5S 的这种感觉。是有，我们也平时感觉他的形象和他的做事应该在大马的物流当中算是比较专业的，我们也没有放弃。他给我们查了一个地址过去，就是一个卖，就是那种集中的卖吃的那种搞批发的一个市场，对，好像也没有找到。怎么办？我们学特朗普不要放弃。我们又去了另外一家宁家万，
哦，这家宁家湾的客服人员就非常专业。你看我们所有的问题，所有碰到的难点，在他的讲法之下好像可以圆了，就可以说通了。我们知道为什么他总是那套流程来问你了，知道为什么你找不到 location 了，信息找的都那么少了。怎么说？原来呢，我没去。对，原来就是整个大马现在做这个 cold chain 也是刚刚起来的事情，几家都刚开始来做，所以呢，他们的做法就是需要你有企业，拿企业去跟他注册。所以你企业注册的时候，我们不就要回答你一个月寄几次啦，你大概什么尺寸啦，你企业的一些信息。那也是因为刚刚开始呢，他们的 social media 都没有开始推，网上也找不到，并且呢，你像宁家湾终于了解到这个信息哦，它是 door to door 的，就他上门来取的，所以你搜遍 Google， 搜遍他的网站，问遍他的客服，他都不可能告诉你哪个 location 是你可以去的，就没有 walk in 啊，怪不得啊，这样就说通了。哎呦，你看这个，你说发展慢吗？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我就发现哦，我们比较好的就是没有太用大家讲话叫 patch 是吧？就没有太受挫败。那你在接纳它的过程中啊，一旦你接纳了这个事情，就能享受到这个乐趣了。为什么呢？你看，有了宁家湾以后，我们不就是又恢复到中国刚刚开始有冷链的时候吗？我们享受到这个红利。那其他人很难把食物寄出去，还没有了解到这些，我们已经开始先人一步可以去做了。也就是说，比我们大上10几岁的这批人，他们享受到了当时中国发展起来的这些红利。我们其实在大马，如果你这样想，不就变成一个优势吗？在大马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发展期带来的红利。我觉得就是至少就是你在这边的冷链物流，我觉得跟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你是发现它是刚刚从一颗小苗刚刚开始有发芽，但是你会发现它做的一些事情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好，就它很谨慎的在试水，它不是一下子大规模的铺张开来，以中国这种一下子资本进来之后给你遍地开花，它也是在很谨慎的在观察你是不是符合它的要求，它在做它的那个 Know Your Customer KYC 这个服务嘛。你看它叫我们申请的话必须以公司名义，对吗？对。然后还要提交1个月的财务信息，然后它来核实你的这个 financial 那个 status， 估计是会给到我们一定的账期 credit， 对吧？所以我觉得你看它整个过程来说的话，它是真的是在做 to B 的 business， 是的，它在筛选它的客户。就说为什么大马冷链物流建的相应比较慢？因为你再仔细想想看，冷链物流对卡车、对人员、对它整套 IT 系统、财务模型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让我们以公司注册以后，它就说以后你就可以到 dashboard 上自己下单，看到1个月的账单 tracking， 然后呢，这上面会显示信息，以后司机会自己上门来取。那它整套的 IT 系统又相当于要重建一下，所以我觉得它做的还是因为大马还是很 steady 啦，对吧？对，而且它的那个 fee 那个rate 也是非常非常的 fair， 非常 fair。对，我们比了4、5家来说的话，它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而且要考虑它的上门费用哦，它都没有上门费用。如果是你3件的话，不像我们这里现在用的这一家，还可以做到就是 next day 就可以到了。那它要确保你的这个服务，因为它还可以提供 chiller 的和这个 frozen 的 food， 这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当然广告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送到 KL 和雪兰莪之外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我们下单试试看可以订的越多越优惠。 OK， 那么我想主要就把这个事情说回来，在大马我们一直觉得最让人开心的最好的一道风景是人，对吧？你像今天这个沟通的过程就相当愉快，为什么我要这么兴奋的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去分享？因为才找到第2家这一位马来的客服，他就笑嘻嘻的，然后把一样东西都发给我，马上就发到我的 WhatsApp， 我马上就把太太叫进来，我说等一下我把 boss 叫进来，因为他知道更多。我们3个人都聊完以后，我们要走了，但你知道他怎样吗？他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是 William。我太太把他的名字说完以后，他站起来，因为当时我们2个是站着，他就站起来说我是 Amy。我太太马上过去跟他握一个手，大家都 have a nice day。 我平时不太愿意跟陌生人握手，但是我就今天是特别看到他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马来人这个小姐姐就讲英文讲得非常的流利，而且真的是很了解公司这盘这个 cold chain， 就是你任何一个问题给到他，立刻给出你精准的回答。
对，这个印象太深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整个仪态啊，什么都是非常舒展的，又是非常专业的。你感觉它非常开放 open， 我甚至感觉它这种服务的这种感觉，就是像一个大公司里面训练出来的那种，像欧美的这样的客服，给你如沐春风的感觉。对啊，所以我真的就是想握手，我想告诉他你做的很棒。但是我今天好像没有说这句话，但是我下次跟他说这句话。用观众朋友们教我们的办法，还有我们自己给他写个表扬信。对啊，我们在马航也是这样做的，碰到好的大马的员工，我们就给他们写表扬信，是吧？你看哦，在大马，你说慢吗？我承认，因为他的国家就这些人，他的发展就让他自然的去发展，他有他产业的重心。但是你看，对我们来讲，你一旦接纳这个事实，然后呢，不要灰心，因为你碰到这样事情，其实有两条路的。有些人会觉得，哎呦，大马这个基础设施太差了，大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发达，他就变成抱怨或者是离开。但你如果是可以接纳的话，我相信就会发现机会，这不也是挺好吗？这个我觉得，对，你说到这，其实不仅仅是接纳，还是你要主动的去融入。为什么？如果你想一下，我们两个如果不能讲英语的话，今天这个就是做不成的吧？所以你在这边，你虽然我们不懂马来文，对吧？我们马来文很差劲，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蓬勃发展的一个社会当中，它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能力，它的服务行业的语言能力已经能够配备到英语，它能够有这样专业的人去服务，我相信它未来会发展的越来越好。这一家企业还有这个国家，对，我也很看好Ninja Van，我也很看好大马在这些新的经济上的发展。那么也给大家带来这个信息哈，如果需要 coaching， 你们自己的业务上需要，或者你需要别人给你提供比如说你需要我们帮你去寄送的话，那现在正好是大马在发展，这是我们最近了解到的，也把这个很愉快的经历和大家分享。真的是好，那就是祝大家也 have a nice day， 也有好心情，有耐心，能够接纳能够开心吧。要感谢我们的这个怡宝观众 Sharon， 谢谢你，是你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因为你用过了这个 Ninja Van 的 coaching， 你觉得非常好，推荐给我们，真的太好了，谢谢你。谢谢怡宝的 Sharon。好，拜拜。